Hello，给我拍的是视频，我需要哪个工具？拖布拍。无论我发什么视频，在留言区里面问到最多的问题是关于衣服的。那这一期我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吧。首先，这个头巾它主要分2个颜色，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红色。然后在戴头巾之前，它会戴一个这样子的帽子，它是其实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然后固定头巾是用一个黑色的羊毛圈，这个黑色羊毛圈它是有重量的，而且它非常防滑，它可以固定头巾，所以风吹啊，动作大一点啊，基本上都是非常稳的，不会掉。然后他们很多人有时候就这样直接披着，有的人就会搭在后面去，这个看个人喜好了。然后我把这个头巾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它的质地比较轻盈，然后上面是有一些暗花的。它的这个花纹跟红色头巾花纹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是说它是白色，纯白色，挺透气的。然后固定头巾的这个羊毛圈，它是很有重量的，差不多在我手里，我感觉有半斤左右吧，就很有分量。现在就是红色，我老公戴红色戴的比较多，可能他自己偏好红色吧，我反而觉得白色会衬的人更干净一点。它这种头巾的话，跟白色一样，它是分质地、分品牌，可能有的还会分大小。也是比较轻的，它的面料比较特殊，它有这个面料有点张力，就是不会很软趴趴的那种，但是又不会特别硬，它比较容易固定和造型。我跟他去过一次这种商店，反正在我眼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头巾呢，它们是有寓意的，上面的花纹，这个是渔网，面积比较大，然后旁边会有一条就是麦穗，就是麦穗的样子，寓意是丰收。这个产地是英国的，还有很多产地是中国的。像身上穿的这个白袍子呢，是必须要去这种裁缝店量身定制，然后客户可以自己按照需求来选择面料。一般差不多按照身材来算的话，3到4米可以做一件白袍子，每1米的价格是差不多人民币800块钱左右，是稍微好一点的面料。每个人对质量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价格它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也有那种很便宜很便宜的。他们穿这种白袍子里面一定会从内裤到打底裤，还有就是打底衣都是纯白色。除了这种日常的基础款以外，还会有一件这样子的一个纱。这个纱一般场合它是不会穿的，除非是那种非常重要的场合。你看他们有很多皇室在电视里面出来都会穿这种衣服，然后这种衣服的面料基本上是羊绒的。这件衣服的金边它是纯手工做的，比较精细，然后它普通人穿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但是皇室成员他们是有讲究的，每一天穿的这个金边的话颜色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个人都要统一一个颜色。然后鞋子呢，夏天是拖鞋，冬天就是穿皮鞋。所以沙特阿拉伯正常的衣服它是只分面料、质地还有做工，不分款式的。如果有正式场合，或者你去哪个机构办事情，如果你穿的是便服，不是穿的这种白袍子，他是不让你进去的。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这么穿。然后中东地区每个国家的衣服，它的设计细节是不一样的，穿法也是不一样的。像阿联酋的话，他们这种黑色圈圈，他们是有2个辫子吊在后面的。我老公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哪个国家的，对号入座，我是看不出来的。好了，就这样，散会。老公大姐的女儿生2胎，今天去看一下。因为疫情，所以没有去医院。他们回家以后，现在正在坐月子吧。所以去家里看一下。我老公姐姐女儿生的孩子，我们应该是他们的爷爷奶奶辈了吧？辈分啊，按辈分来说的话，我们去拜访别人，差不多都是晚上9点钟左右。我们去8点半、9点钟还算是比较早的，还有人会更晚一点。这个是我不太适应的一个点。一个是我觉得晚上这么去别人家里，在中国其实是很少有的。然后每一次出去以后，肉肉都是时间作息会有点乱。我是每天在家里固定让他10点钟左右睡觉的，一出门就会熬得很晚，然后回家以后差不多12点左右。
都是躺着回去，抱着回去。大姐这个房子，她好像是楼下去租给别人，他们自己住在3楼。添孩子，是高兴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在门口挂气球，这个有点像现在的一种风俗。我记得我在中国生孩子的时候，我老公的朋友来看我，他们也会带很多气球，然后在我医院的房间门口打气球，然后布置成这个样子。我来这么长时间，我感受到沙特那边其实对硬装的要求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他们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家庭，他们对软装这一块是比较在意的。一个是灯，还有一个就是沙发，再一个就是窗帘，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摆件、工艺品，还有挂在墙上的画，他们是比较注重的。他们会把一个小的会客厅布置出来，就是在月子期间别人来看孩子、看妈妈的时候，比较方便吧。所以这个会客厅就布置了一下。因为生的是个女娃，所以家里就是布置都是按照粉色系，比较可爱风。然后这一次我就具体的问了一下，沙特阿拉伯女人坐月子和中国人坐月子有什么不同？结果高度相似。他们坐月子是40天，然后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坐月子，也可以去娘家坐月子。然后去娘家坐月子的话，就是爸爸每天都去娘家那边看孩子、看看老婆，然后也是生完了以后会去绑，就是收腹带。也是在吃方面，可能跟平时有点不一样，就是不能吃一些冰的，喝冷水，吃相对软一点的东西。然后就是尽量要躺着，少坐少站，尽量要睡着。我以前还以为他们是不坐月子的，最多休息几天，结果他们也坐月子，还跟中国人坐月子那么像。这个小宝宝好像是有点早产吧，生下来才2点多公斤。他一出生的第4天就给他打了耳洞，这边医院里面，小孩子出生以后都会给他们，女孩子都会打耳洞的。因为越小打耳洞，它就越好护理。大了以后护理会相对难度高一点。肉肉打耳洞是11个月，因为我们在中国生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打，因为觉得太小了，就是没有跟这么小的孩子打过。但是在这边的话，他们还是有点普遍的。所有的女孩子生下来都会打耳洞。我看这个小宝宝他好像有点黄疸啊，好像是出了点黄疸。其实他们以前都是会去医院里面去看的，因为现在疫情，所以医院里面不去了，就直接来家里。中国人生孩子不是很多朋友啊、亲戚啊都会去医院看一下，给个红包什么的。他们这边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老公的大姐她跑去三女儿的房间里面去把她画的画拿出来给我们欣赏，画的蛮好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应该是沙特的网红。欣赏了几个作品，真感觉还不错。小孩现在20来岁吧，应该是很小开始学画画的。沙特这边连个画画的兴趣班都没有，我特别想让肉肉去学着画一点画，因为他自己好像挺感兴趣的，一天到晚拿着笔在家里画。大姐家里差不多坐了1个多小时，我们就准备回去了。但是在走之前，大姐一定要让我们拿上就是伴手礼吧，就是你来看孩子，她会给每个人拿一套礼物。我们准备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多钟了，还有人刚来。我觉得坐月子不应该好好休息吗？还要不停的见客人，好累啊。回到家里，我把那个送的伴手礼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每一个礼品上面都有这个小孩子的名字，一瓶水，还有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是沉香，然后还有一个沉香油，这个沉香油这么一点点，好像还挺贵的，每一次只能用一点点，要不然就太上头了。